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渊。今天我们讲的是湖中女子悬案，案件情节相对简单，但非常考验想象力。还是那句话，如果你对案件有独特的想法，欢迎在评论区写下，说不定这桩悬案就被你破了。故事发生在美国密歇根州的圣保罗天主教堂。2010年1月12日晚上9点半，米歇尔·罗曼家中门铃响起。他本以为是从教堂祷告后回来的母亲乔安·罗曼，没想到却是警察。米歇尔被告知他母亲的轿车被遗弃在教堂停车场，但人不知去向。教堂旁边河岸还有不明脚印，希望米歇尔联系母亲，可米歇尔一直无法拨通母亲电话。不安的米歇尔通知兄弟姐妹，分头出发，前往母亲可能去的每个地点，尝试联系母亲认识的每一个人，可都一无所获。他们的母亲，也就是本案遇害主人公乔安·罗曼，是一位55岁的单身母亲，离婚后和子女生活。此前在格罗斯波因特一家精品店兼职，平时经常邀请朋友聚餐，常去教堂祷告，为人随和，和其他人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可大雪纷飞的晚上，完成祷告后的母亲会去哪里呢？抓住黄金4小时，警方出动巡逻艇、直升机在河中搜索，一边寻找周围目击者和监控资料，但都没有找到乔安的踪影。唯一线索就是乔安停在教堂外面路口的汽车，以及教堂旁边河流中的脚印。由于当时天气寒冷，所以教堂外道路很少人经过，警方判断河岸就是乔安的自杀点。70天后的3月20日，乔安的尸体在56公里外的小岛被渔民发现，警方以乔安投河自杀结案。关键的问题来了，乔安真的是自杀吗？不知道，要不然我也不会做这期视频了。我们先来梳理一下乔安最后一天的活动路线。当天傍晚6点，乔安把儿子接回家中后，开车外出加油，因为明天早上要出门。6点25，乔安到达加油站，并与加油站的服务员闲聊数分钟。服务员没有发现明显异常。晚上7点05，乔安到达教堂进行祷告，教堂有目击者证实此事。7点15，乔安离开教堂。仅仅5分钟后，教堂中的人听到外面传来的车辆警报声，持续时间在15秒钟。7点35，某个从教堂走出来的人发现教堂外面没有停放车辆，但后来警方发现乔安的轿车停在教堂外，这说明中途乔安的轿车曾离开教堂，然后又回到教堂。乔安大概率是在这个时间段遇害。再看看乔安的法医报告，报告表示乔安左上臂有淤伤，死于溺水，有可能是入水之前就已经死亡，无法确定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乔安女儿米歇尔指出，母亲当天背的挎包被拉扯损坏，恰好母亲习惯把挎包背在左肩，结合淤伤位置，米歇尔认为母亲生前遭遇抢劫。符合当时教堂里面有人听到汽车报警声，但警方不认同。警方认为背包的损坏不是挣扎痕迹，因此也没有对背包进行指纹鉴定。米歇尔指出，母亲尸体被找到时，上衣拉链被拉到颈部，这不符合母亲风格。但警方又反驳，当时温度较低，从教堂走出来的乔安将拉链拉高，实属正常，而且车内外没有搏斗痕迹。面对警方一口认定自杀论，米歇尔和他聘请的前 FBI 探员罗列出以下疑点。其一，如果乔安当天真的准备自杀，为何他还要去加油站加油，并且加油前还告知儿子明天要出门？同时，从教堂门口到自杀投河点，乔安需要经过2条马路和河坝。当时乔安穿高跟鞋，如果乔安要自杀，那为何不找个方便的地点呢？同时，乔安轿车的警报声又是什么回事呢？其二，乔安尸体被发现时，他的手机并不在身上，有个手链也不知去向。很可能是凶手丢掉乔安的手机躲避追踪。案发前1周，乔安曾致电安保公司，电话记录显示，乔安曾联系一位调查人员，似乎是要找安保人员调查某件事情。乔安同时也反映，在案发前1个星期，乔安接听电话频率明显升高，并且乔安总是习惯性走到角落接听。其三，在发现乔安失踪当晚，警方就对教堂外河流一带进行仔细搜索，但都没有发现尸体。
直到70天后，尸体在56公里外被发现。当时正值河流结冰时间，河流没有明显波浪，乔安尸体是如何被冲到56公里外？唯一的解释就是有人在绑架乔安后将他在下游抛尸。其次，2名法医专家以及密歇根大学的一位病理学家表示，乔安尸体被发现时肺部没有海水，说明乔安在下水前呼吸就已经受到影响，属于干性溺水。反过来讲，就是如果一个人是主动投河自尽，那溺水过程中由于呼吸作用，肺部会大量进水。另外，当时河面结冰，但河面上并没有人踩踏后形成的洞口。其五，当时岸边入水处的脚印明显不是乔安的。乔安当时穿着5号高跟鞋，现场的脚印更有可能来源于运动鞋或者商务鞋。最后一点，乔安经常和朋友聚餐和去教堂祷告，性格随和乐观，家里没有留下遗书，怎么会突然投河自尽？如此看来，乔安的死亡的确存在诸多疑点。案发后，乔安家人认为乔安死于谋杀，警方内部很可能有帮凶，所以把警方也列为上诉对象。She was very strong in her faith, in her family. You know, her family was her everything. Her kids were her everything. The Romaine children were raised in this home on Hidden Lane in Grosse Pointe Woods, a home filled with so many memories. Birthday parties, lots of family dinners, and get-togethers with friends. She was even everyone's second mom. She just was the most loving, caring person you could ever come across. 我们再来明确案件各方关系。遇害者乔安，乔安周围人物，警方未被证实的凶手，关键矛盾是家族遗产纠纷。接下来我就来说下我个人的想法。有一点需要强调，我的想法是建立在公开的资料上，不同角度出发会有不同看法。关于警方的第一个疑点，案发当晚，乔安车辆熄火停在路边，车门车灯都没开，钱包也在里面，这是很正常的状态。可为何警方会想到要通知家人呢？还直接到他们家询问乔安的下落？车辆登记主人是米歇尔，不应该询问车主米歇尔下落吗？警方做出的解释是这样的：当天在教堂外发现乔安车辆的警察有2个。第一个警察发现车辆后，本想上前开罚单，但后来发现车牌过期，所以就放弃开罚单，然后离开。一段时间后，第2个路过的警察发现后，觉得有点奇怪，因为当时天气非常冷，教堂没开门，附近也非常空旷，没有任何车辆，所以就准备上前例行询问，却发现车里没人。出于经验，他知道很多人会把车停在那里，然后到河边散步，就穿过2条马路到河岸。刚好发现通往河岸的街道有脚印，于是下车搜索并向上级报告。可回到原来位置时，脚印已经被刚下的雪覆盖。可另一边，米歇尔表示他看到了当地所有警察工作人员，发现都不是案发当晚那个警察。警方的第2个疑点，警方发现河岸脚印后，却没有对脚印进行垂直拍摄，没有根据脚印大小推算主人身体特征，这是非常严重的职业疏忽。小渊，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靠脚印破案的例子，那个案件案发时同样也是下雪，死者明显是被人谋杀，但警方只发现1个人的脚印。难道凶手作案后就凭空消失了吗？后来警方才突然想起一种可能，凶手很可能背着受害者抛尸后踩着原来的脚印返回，如此一来现场就只有受害者自己1人的脚印，可他忽略前后2次脚印深度的变化。最后警方正是凭借这点成功破案。回到乔安这起案件，由于河岸是45度倾斜，情况有差别，所以当时警方没有垂直拍摄河岸脚印，是出于职业素养，还是刻意掩盖细节，我们不得而知。可能有观众又会问，警察为何会这么巧主动上前询问情况？这点我就不清楚了，也许是美国警察的职业习惯。警方的第3个疑点，没有采纳2个目击者的证词。第一个目击者表示自己当晚看到有个衣衫不整的男人在河岸上，现场发现了一条黑围巾，似乎能证实这一点。但有个问题，晚上光线一般，目击者是如何发现对方衣衫不整？如果这个男人是杀害乔安并抛尸河中的杀手，那明显不合常理，因为从教堂出来到达河岸要穿过2条马路，在那里作案很容易被发现。第2个目击证人表示，当晚看到有辆车停在路中间，但警方认为这不能证明什么，
有可能那个所谓的衣衫不整的男人就是这辆车的车主。基于以上原因，警方没有采纳他们的证词，似乎也很合理。可有个细思极恐的事实，与乔安有遗产纠纷的堂弟是一个警察。除了警方充满争议的调查经过，乔安自杀过程也存在诸多疑点。如果按照警方所说的，乔安从教堂出来后投河自尽，那为何中间车辆位置发生改变？换句话说，当晚乔安祷告完成后开车离开教堂，然后又开车回到教堂，最后在教堂外开车自杀。乔安为何要如此大费周章呢？反过来想，会不会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凶手看到乔安从教堂出来后，胁迫乔安上车，开车到另外一个地方杀害乔安，然后把乔安的车辆开回教堂。注意，乔安的手机已经失踪，凶手很可能是在劫持乔安后就把手机丢掉，阻碍警方用手机轨迹调查，动机是2000万美元的遗产纠纷。而乔安堂弟不但是警察，还是这笔遗产的继承人之一，此前也和乔安因遗产发生矛盾。乔安的第二个疑点就是身上的淤伤。Months later, where she doesn't have any of the typical things you would see on a drowning victim that would have traversed 30 miles of waterway. The detective pointed out Joanne's shoes had no signs of being scratched, scuffed, or damaged. In the Canadian autopsy report, it concludes coroner believes that there is not enough cogent or convincing evidence that she did intend to take her life. Then there was Joanne's death, ruled a dry drowning, meaning there was no water in her lungs. 是否被凶手殴打已经无从考证。警方在河中搜索乔安尸体时是夜晚时间，会不会因为光线问题没能及时发现教堂外河底的乔安，我们也不得而知。最后一个疑点就是车钥匙，案发车辆第二把钥匙案发前已经丢失，所以会不会是凶手在胁迫乔安上车异地作案后，又把车开回教堂，混淆警方注意力，我们也不得而知。实际上，很多悬案都可以用一句古诗来形容：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破解悬案过程中，由于缺乏直接的现场资料，例如监控视频，导致旁观者因逻辑推演产生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点。不知大家认为乔安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呢？